If you could follow this story without breaking a sweat, your Chinese is officially good enough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China. Let's learn Chinese the natural way. Just like a native speaker, let's dive in. 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有很多有钱人，也有很多穷人。小弗兰克的家本来属于有钱人，他的爸爸老弗兰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，很有名。老弗兰克很爱他的妻子，就是小弗兰克的妈妈。小弗兰克的妈妈是法国人，她非常漂亮，说话的声音很好听。小弗兰克还有一个姐姐，他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，房子前面有一片草坪，还有一辆漂亮的车。小弗兰克小时候生活非常幸福，他的爸爸经常告诉他，一个人只要穿得好，说话有礼貌，别人就会相信他。老弗兰克自己就是这么做的，他总是穿着很好的西装，跟别人说话时候也是笑眯眯的。小弗兰克很崇拜他的爸爸，他觉得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但是后来，老弗兰克的生意出了问题，欠了银行很多钱，银行把他的房子和车子都收走了。他们家从大房子搬到了一个小公寓。小弗兰克不能再上好的学校了，他的姐姐也不能买新衣服了。老弗兰克每天都在想办法挣钱，但是很难。很糟糕的是，小弗兰克的妈妈觉得生活太困难了，她不想再这样过下去。她跟老弗兰克说，我想离婚。老弗兰克非常难过，他不想失去妻子，但是小弗兰克的妈妈已经决定好了。有一天，老弗兰克带着小弗兰克去法院，法官问小弗兰克，你要跟谁一起生活？跟爸爸还是妈妈？小弗兰克听到这个问题，他心非常痛，他不想选，他爱爸爸，也爱妈妈，但他不能只选一个人。他对法官说，我不能选，然后就跑出去，离开了法院，离开了家。那一年，小弗兰克才16岁，很多16岁的孩子还在上学，但是小弗兰克没有了家，没有钱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一个人走在街上，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。弗兰克离开家以后，身上只有一点钱，他住在一个小旅馆里，每天吃最便宜的面包。很快他的钱就用完了，他要想办法弄到钱。他想起他的爸爸以前给他一个银行账户，那个银行账户里还有一些钱，但是他的爸爸已经破产了，账户里其实没有多少钱。弗兰克想，如果我写一张支票，银行会给我钱吗？他就试着写了一张小额支票，拿到银行，银行的工作人员看了看支票，说，对不起，这个账户里没有足够的钱，你不能取。小弗兰克很失望。后来他听说有一种办法可以自己做假支票，他就开始学习怎么制作假支票。他在图书馆里看书，看到那些关于银行和支票的书。他试着用剪刀和胶水把真的支票上的数字剪下来，贴到另一张纸上，但是他做得不好，银行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银行的工作人员说，你这张支票是假的。小弗兰克很害怕，赶紧跑了出去。这时候他看见一群飞行员从旁边的酒店里出来，那些飞行员穿着蓝色的制服，戴着帽子，手里拿着行李箱，他们看起来很帅，很多人都转头看他们，空姐们也跟在他们后面。小弗兰克看着那些飞行员，突然有一个想法，他想，如果我也穿上飞行员的制服，别人是不是也会相信我？我去银行兑现支票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因为我是飞行员就给我钱呢？他觉得这个想法很棒。弗兰克开始行动了，他先打电话给一家很大的航空公司。电话接通了，一个女接线员说，这里是环球航空，请问有什么事？小弗兰克用很成熟的声音说，你好，我是学生记者，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飞行员的文章，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？那个女士说，当然可以。小弗兰克问了很多问题，飞行员穿什么样的制服？制服在哪里可以买到？飞行员每天是怎么工作的？飞行员怎么学习开飞机？
那个女士非常有耐心，一个个的回答了他。小弗兰克把所有的信息都记了下来，然后他去一个做制服的工厂，他对工厂的老板说：“我是环球航空公司的飞行员，我的制服坏了，我需要一套新的。”工厂的老板看了看他，觉得他不像飞行员，但是弗兰克很会说话。他说：“我刚刚从国外飞回来，我的行李丢了，制服也在里面，我明天还要飞，没有制服不行。”他说得很真诚，工厂的老板就相信了他，给他做了一套崭新的飞行员制服。弗兰克拿着制服回到旅馆并穿上，站在镜子前面一看，自己真的像一个飞行员。他练习走路，练习说话。他对着镜子说：“你好，我是机长弗兰克。”他自己觉得很满意。现在他要去做最重要的事情了。他带着一张自己做的假支票走进了银行。他穿着飞行员制服，走路很自信。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他，立刻微笑问：“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”弗兰克把支票递过去，说：“请帮我兑现这张支票。”工作人员看了看支票，又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：“好的，机长先生，马上给您。”弗兰克的心跳很快，他担心工作人员会发现支票是假的，但是工作人员没有仔细看，因为飞行员制服让他觉得这个人值得信任。工作人员把钱给了他，说：“祝您飞行愉快，机长先生。”小弗兰克拿过钱，说了一声谢谢，然后非常平静地走出了银行。他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开心地跳了起来。他成功了，他骗到了钱。从那以后，他去了很多银行，每次都穿飞行员制服，每次都成功。弗兰克越来越熟练，他不单骗银行的钱，还骗航空公司。他拿着假的飞行员证件对航空公司说：“我是你们的飞行员，我需要飞到另一个城市去。”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让他免费坐飞机，去了很多城市。他住最好的酒店，吃最好的食物，买很多好衣服。他还在银行里学会了更多骗钱的办法。他发现，如果他在一个银行里存一点真钱，然后开一张很大的假支票，银行就会先给他钱，因为银行相信他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在酒店里认识了一个真正的飞行员。那个飞行员跟小弗兰克聊天，飞行员说飞行员的故事，弗兰克听得很认真，他学到了很多飞行的知识。后来，他对那个飞行员说：“我也是飞行员，我今天休息。”那个飞行员完全相信了他，还邀请他一起去喝酒。弗兰克越来越有名了，银行开始注意到有一个穿着飞行员制服的年轻人骗了很多钱。他们报告了 FBI 开始调查这件事。你们知道小弗兰克骗了多少钱吗？在5年里，他骗了超过400万美元。那时候的400万美元比现在更值钱。FBI 派了一个探员来抓弗兰克，这个探员就是卡尔。卡尔看了很多银行送来的报告，发现这些骗子都有一个共同点：骗子穿着飞行员制服，年纪很轻。卡尔开始追查小弗兰克，他看了银行的监控记录，看了小弗兰克的照片，但是照片不太清楚，只能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样子。有一天，卡尔得到一个消息，说那个骗子住在一个酒店里。卡尔马上带着警察去了那个酒店，他们敲开了房门，开门的是一个年轻人，穿着衬衫和裤子。卡尔说：“我们是 FBI， 我们在找一个骗子。”那个年轻人说：“你们找错人了吧，我不是骗子。”卡尔看了看他，觉得他确实不像。这时候，年轻人说：“我是特勤局的探员，我也是来抓那个骗子的。”卡尔就相信了他。卡尔说：“那我们一起去抓他吧。”年轻人说：“好，不过我要先换件衣服，你们在楼下等我。”卡尔和警察就下楼了。他们在楼下等了很久，那个年轻人一直没有下来。卡尔觉得不对劲，他又回到楼上，打开房间的门，发现里面没有人，窗户是开着的。原来那个年轻人就是弗兰克。
他骗了卡尔。小弗兰克虽然骗了很多钱，但他一直觉得很孤独。他没有家人，没有真正的朋友。他的爸爸后来因为生意失败，生病了。他的妈妈已经跟另一个男人结婚了，有了新的家庭。小弗兰克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归属感。每年圣诞节的时候，美国人都要跟家人一起吃饭，一起交换礼物。小弗兰克一个人住在酒店里，看着电视上的圣诞节目，心里很难过。他想跟别人说话，但是不知道该跟谁说。他想起卡尔，那个 FBI 探员，于是他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卡尔的办公室电话。卡尔接了电话，喂，这里是 FBI。小弗兰克说，圣诞快乐，卡尔。卡尔一听就知道是他，他说，弗兰克，是你吗？弗兰克说，是我，我只是想跟你说圣诞快乐。卡尔说，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？你就不怕我抓住你吗？小弗兰克说，你不会的，因为你不知道我在哪儿。卡尔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弗兰克，你一个人过节吗？弗兰克说，是的。卡尔说，我猜你没有别人可以打电话，对不对？小弗兰克没有说话。卡尔说，对了，他真的没有别人可以打电话。卡尔又说，你为什么不停止做这些事呢？你那么聪明，可以做很多好事。小弗兰克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停止。然后他挂断了电话。从那以后，每年的圣诞节，小弗兰克都会给卡尔打一个电话，他们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，聊几分钟。卡尔每次都劝小弗兰克投降，小弗兰克每次都说不，但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特别。弗兰克继续他的骗人生涯，但是他已经厌倦了做飞行员，他想尝试新的身份。有一次，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很漂亮的护士，她的名字叫布兰达。弗兰克一见到她就喜欢上了她。布兰达问弗兰克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弗兰克不能说实话，他想了想说，我是医生。布兰达说，真的吗？你是哪个科的？小弗兰克说，我是儿科医生，专门看小孩子的病。弗兰克为了追求布兰达，决定真的去医院当医生。他做了一张假的哈佛大学毕业证书，去那家医院面试。医院的人看到他是哈佛毕业的，就让他当了医生。但是小弗兰克根本不会看病，他从来没有学过医，他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，比如说填写病人的表格，带新的实习生参观医院。他每天都很忙的样子，其实他什么也不懂。他非常害怕被人家发现，所以他总是找借口不看病。他对病人说，你这个病不严重，先回去休息吧，或者我需要跟别的医生讨论一下你的情况。幸好他在医院的时间不长，他主要的工作是跟布兰达约会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散步。有一天，布兰达带着弗兰克回家见他的父母。布兰达的爸爸叫罗杰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。罗杰跟小弗兰克聊天的时候问，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弗兰克说，我是伯克利大学毕业的。罗杰听了很高兴，他说，太好了，我的律师事务所正好缺一个人，你来帮我工作吧。弗兰克吓了一跳，他不想当律师，因为他根本不懂法律，但是他不能拒绝，因为罗杰是他女朋友的爸爸，他只能说好，谢谢您。小弗兰克开始去罗杰的律师事务所上班，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那些法律文件。他发现自己虽然不懂法律，但是他很聪明，学东西很快。他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，看了很多法律书，然后去参加律师考试。小弗兰克一次就通过了考试。罗杰非常高兴，他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前途。罗杰对小弗兰克说，你和布兰达结婚吧，我会把律师事务所交给你的。小弗兰克听了很感动，他觉得终于有了一个家，有了爱他的人。他决定不再骗人，他要做一个正常的律师，
跟布兰达结婚，过普通的生活。结婚那天天气很好，教堂里坐满了人，大家都穿着漂亮的衣服。布兰达站在前面，等着小弗兰克走过来。小弗兰克正在走向他的时候，突然看见教堂门口进来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卡尔。卡尔带着几个警察慢慢走进教堂，他没有大声喊，只是安静地站在门口，看着弗兰克。弗兰克的脸一下子就白了，他知道卡尔来抓他了。他看了看布兰达，布兰达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微笑地看着小弗兰克，小弗兰克很难过，他不想让布兰达看到他被抓。他低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然后他转身快步走到教堂的后面，从一个窗户跳了出去，跑到了一条街上，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布兰达在教堂里等了很久，不见弗兰克回来。布兰达很伤心，他哭了很久。后来布兰达的爸爸告诉了布兰达真相，那个年轻人不是律师，他是一个骗子， FBI 正在抓他。布兰达不敢相信，他那么爱弗兰克，可是弗兰克骗了他。弗兰克坐着出租车去了机场，他坐飞机去了另外一个国家，继续逃亡。卡尔没有放弃，他一直在追查小弗兰克的行踪。他发现小弗兰克去过很多国家，比如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还有法国。卡尔跟这些国家的警察合作，一起找小弗兰克。最后卡尔得到消息说，小弗兰克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，那个小镇很小，只有几百个人。但是卡尔来了，卡尔带着法国的警察包围了那个小房子。卡尔敲了敲门，小弗兰克打开了门，看到卡尔。卡尔说：“弗兰克，游戏结束了。”弗兰克看了看四周，有很多警察，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。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然后伸出双手，让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。卡尔看到小弗兰克在法国监狱里的样子，心里很难过。虽然小弗兰克骗了很多人，但是卡尔觉得他只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。卡尔想把他带回美国，因为美国的监狱条件好一些，而且小弗兰克是美国公民。卡尔对法国警察说：“我要把他带回美国，让他在美国接受审判。”法国警察同意了。弗兰克被送到了一个监狱里，监狱里的生活很安静，每天吃饭、睡觉，做一些简单的工作。小弗兰克开始想自己过去的事情，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很多人，对不起布兰达，对不起他的爸爸妈妈，也对不起那些银行。他决定以后要做一个好人。卡尔经常来监狱看小弗兰克。卡尔发现小弗兰克对支票非常了解，他知道怎么分辨支票的真假。卡尔对小弗兰克说：“你的知识很有用，如果你愿意帮助 FBI 抓其他骗子，我可以帮你提前出狱。”小弗兰克说：“我愿意帮助你们，我不想再做坏事了。”于是小弗兰克开始在监狱里工作。他看了很多关于支票的资料，教 FBI 的人怎么找到假支票。他帮助 FBI 破了很多案子。因为他表现很好，几年以后，法官同意让他提前出狱。小弗兰克出狱以后， FBI 正式聘请他当安全顾问。他的工作就是教别人怎么防止被骗，并且协助 FBI 破案。他去了很多银行、很多公司，给他们讲课，还写了一本书，书里讲了他自己的故事。弗兰克和卡尔成了非常好的朋友，卡尔经常去弗兰克家做客，他们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。卡尔曾经说过：“我追了弗兰克很多年，最后把他变成了我的朋友。”弗兰克说：“卡尔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我的人。” Awesome. You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story. You're one step closer to complete fluency. See you in the next one.